聊了那么久的战报，火力军现在很好奇一个问题：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还有多少后备力量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人认为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中仅出了3分力。就火力军而言，这个数字有点少。俄罗斯的实力的确很强，在2024年全球火力排行榜中依旧是第2的位置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核武器。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配不上这个榜单，被地面部队的实力考虑，俄罗斯的后备力量恐怕只剩1/3。这期视频我们就从海陆空3方面聊到俄罗斯的后备力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：乌俄战争已经持续2年多的时间，俄罗斯在战场上投入了多少兵力？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，普京曾表示，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有70万俄军士兵。随后乌军也给出了自己估算的数据，在乌作战的俄军士兵大约在52万，孰真孰假，火力军也暂时未知。但是俄军的累计投入兵力是可以估算的。战场兵力与累计投入兵力是完全不同的。二战苏德战场上，苏军兵力最多的时候也不过700万，但是苏联累计投入兵力超过3500万，甚至更多，总伤亡达到了2900多万。乌俄战场也是如此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，俄罗斯在乌俄战场的累计投入兵力已经超过100万。在2022年，俄军出动了15万名士兵，9月局部动员，征召30万人，而且这个动员令是一直没有停止的。这方面的问题，火力军之前也聊过，估算为50万，完全不算多。在2024年8月，卡德罗夫就表示，自军事行动开始以来，车臣已派遣 4.35 万名士兵进入乌俄战场。瓦格纳集团在乌俄战场上投入了8万名士兵。普里戈金自称瓦格纳阵亡 2.2 万，伤4万，最后进军罗斯托夫时还有2万，这就是12万人。开战之后，俄罗斯从高加索、远东等地区调来不少军队，但是数量不详，估算为5万至10万。在卢甘斯克、顿巴斯等地区，俄罗斯也强征当地民众参军，这个数字大约在15万至20万。同时，俄军也招募了很多亚非拉地区的雇佣兵，加之本土的囚犯兵，数量最起码6万之上。粗略估算一下，俄军至少在乌俄战场投入100万大军。那俄罗斯本土缺士兵吗？说实话，缺。2024年9月16日，普京签署总统令，将俄罗斯武装力量扩编18万人，使其达到239万人，其中军事人员为150万人。这已经是乌俄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第3次扩编，但是里面大部分士兵无法在国外作战。俄军士兵分为合同兵与义务兵，这些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全部都是合同兵。义务兵在服役1年之后就会退伍，只会一些简单的非技术性工作，起不到太大的作用，只有本土遇袭之后才会派往前线作战。俄罗斯缺的是可以立即作战的合同兵，这也是为什么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，俄罗斯会选择部分动员。而且除了乌俄战场，俄罗斯本土的士兵还要驻守边境，以防万一。比如面临北极的加拿大、白令海峡对面的美军、西太平洋的日本和韩国。当然，重点还是东欧方向。之前火力军也聊过，如果北约要动手，首要目标就是加里宁格勒。俄罗斯也自然知道这个问题。乌俄战争开始之前，俄罗斯的西部军区负责东欧地区的边境安全，但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西部一线的防御压力大大增加。于是，在2023年，俄罗斯撤销了西部军区，重新组建莫斯科军区、列宁格勒军区，建立亚速海海军军区，并新建2个集团军。虽然重建军区需要时间，但兵力的征召已经开始了。普京不断扩编，大概率就有这方面的考虑。加之剩余的义务兵与预备役，俄罗斯本土的兵力并不算很少，只是战力堪忧，缺乏可以立即作战的力量。至于俄军损失的装甲车辆数量很多，坦克与步战车、运兵车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万辆。根据 ORYX 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，其中坦克数量达到了3625辆，装甲战车1803辆，步兵战车5168辆，这还是最少的数字。对于俄罗斯而言，这个数字也已经是伤筋动骨了。虽然也剩余了一部分装备，但中坚力量太少。T90 系列至少损失了1/3到1半。作为中坚力量的 T80 与 T72 系列加起来已经损失超过2600辆。在开战2年，乌军战力增加多少？这期视频里，火力军聊过具体细节，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后面可以去看一下。总的来说，俄罗斯的确剩余了一部分坦克，但是大多都是旧坦克。加之北约对俄制裁愈发严重，俄罗斯获得国外零部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，
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，即使俄罗斯本土的军工企业已经进入战时状态，新坦克的产量也一直上不去。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，这些军工企业最大的贡献就是翻新那些半截入土的 T54、T55。至于弹药问题，相信就不用火力军多言了，朝鲜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加上乌军无人机频繁袭击俄本土的弹药库，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保存了不少炮弹，但一旦爆发大战，在弹药方面很快就会捉襟见肘。至于俄罗斯空天军与海军，虽然在乌俄战场上遭遇了一定的损失，但还是保留了相对较多的力量，只是战力如何就说不准了。根据 ORYX 网站的数据，俄罗斯损失了132架战机、147架直升机，这个数字并不算多，这主要与乌俄战场的模式有关。在战争初期，俄罗斯空天军一般都是丢一些普通航弹，结果被乌军的毒刺、星光频繁击落。在吸取教训之后，苏34这种轰炸机都在战线后方丢滑翔炸弹。等到北约放开武器限制之后，俄空天军就消失了，苏34直接后撤600公里，目的大概率就是保存战力与北约直接作战。也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一系列操作，即使乌俄战争已经持续2年多，俄罗斯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空中力量。全球火力网的数据显示，俄罗斯战斗机的库存还有809架，大约有526架可以随时出动，包括苏27、苏30与苏35。直升机的数量也达到了1547架，其中大约1006架可以随时作战，只是旧装备有些多而已。很难想象苏27、米格29仍在俄罗斯空天军服役，至于苏57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在战机生产能力方面，2023年俄罗斯一共生产了43架战机。在2024年截至12月1日，俄罗斯空天军已经接收了39架战机，包括苏34、苏 35S、苏57等机型，预计交付数量接近40架。俄罗斯预测从2026年起，每年生产超过100架飞机。火力军只能说想得美，制裁还是对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从2008年到2014年，俄罗斯战机的产量逐年上升，在2014年首次突破100架。不过，由于北约的制裁，之后飞机的产量就逐年下滑，在2022年仅生产了29架战机。乌俄战争开始后，北约加大对俄制裁，即使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已经是战时状态，到2026年产量也不会增加到100架。产量上不去，旧飞机又太多，战力很难恭维，而且俄罗斯的机场也在频繁遇袭。在俄罗斯空天军的编制里，这些飞机被编为7个战役司令部，分别位于沃罗涅日、叶卡捷琳堡、哈巴罗夫斯克、顿河畔罗斯托夫、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。实际作战时，指挥结构就是战役司令部到空军基地再到大队，乌军无人机可以直接将俄罗斯的指挥结构从中间一切2半。至于俄罗斯海军，黑海舰队的确是残废了，但其他的还没有，还剩一点。乌俄战争开始后，黑海舰队就不断遇袭，被乌军自杀式无人艇逼得逃离黑海。ORYX 网站的数据显示，俄罗斯一共损失了28艘舰艇，其中21艘被摧毁，7艘是损坏，修一修该能用。对于黑海舰队来说，这个数字的确很多。不过俄罗斯海军一共拥有4支舰队以及2支驱舰队，其中包括北方舰队、太平洋舰队、黑海舰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，驱舰队则是里海驱舰队与涅伯河驱舰队。其中北方舰队属于俄罗斯海军的主力，主要部署在北冰洋，位于摩尔曼斯克周边，拥有12艘大型水面战斗舰，包括即将退役的彼得大帝号、接近报废的库兹涅佐夫号，还有1艘光荣级巡洋舰、5艘无畏级驱逐舰、1艘现代级驱逐舰、3艘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级护卫舰，以及一些近岸护卫船只、水雷舰艇和后勤支援。看起来很强吧，但各位也都注意到了，即将退役，接近报废。俄罗斯海军的主力战舰性能只能勉强算是够用，太平洋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也是如此。至于里海驱舰队与涅伯河驱舰队，实力太弱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总的来说，单论陆军的后备实力而言，俄罗斯其实并没有保留太多的有生战力，剩下太多的义务兵与老旧装备，无法发挥太大的战力。俄罗斯空天军与海军虽然出动次数不多，保留了一定的数量，但依旧难逃年龄太大、性能堪忧的问题。没办法，俄罗斯太穷了。对于俄军而言，能把那一堆核武器照顾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而且打仗不只是拼军事力量，还要拼后勤、拼经济。俄罗斯在这方面属于绝对的弱势。当前的乌俄战争已经导致俄罗斯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。如果北约下场，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只会越发严重，恐怕这些装备还没用到就要出问题了。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
在北约32个成员国中，目前有23个成员国的防务开支今年将达到北约基准，即占比达到 GDP 的2%，远多于2018年的6个。但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7个北约成员国仍不能达到这一基准。考虑到特朗普即将上任，而他又曾提议增加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。对此，北约成员国正在举行会谈，讨论在明年6月的北约年度峰会上，将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目标提高至各国 GDP 的3%。不过，考虑到此举可能会给部分国家带来压力，此次会谈还将设想允许各国的国防开支暂时达到本国 GDP 占比的2%，并于2030年达到3%这一目标。此外，据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，他也将推动北约实现国防开支新目标，并使其远高于现有基准。据荷兰国防部声明，荷兰皇家空军原有的 F-16 战机现已换装为 F-35 战机。为了充分利用这些退役的 F-16 战机，荷兰将把这些战机转让给罗马尼亚。目前双方已经签署协议，届时罗马尼亚将能够培训更多飞行员，其中还包括乌克兰飞行员。实际上，这并非荷兰首次向罗马尼亚派遣 F-16 战机。去年11月7日，荷兰曾向位于罗马尼亚的欧洲 F-16 战机培训中心派遣了首批 F-16 战机，用于培训乌克兰飞行员。今年9月，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言人斯波努表示，首批乌克兰飞行员于月底抵达罗马尼亚，开始接受 F-16 战机的理论培训，而实践训练则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开始。据德国慕尼黑信使报报道，由于欧美制裁等因素导致卢布暴跌，进而影响到俄罗斯国内的各行各业，其中以航空业最为明显。此前，俄罗斯的航空公司大多依靠租赁飞机运行，而在乌俄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俄罗斯非法扣留了约400家欧美公司的飞机，但截至目前，只有约200架飞机还在运行，且大多数飞机均需要进行整修。同时，俄罗斯又没有可供这些飞机使用的零部件。对此，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正计划采购5架波音737-800 BCF 型货机，然后再将其拆解，从而获取到俄罗斯目前无法通过常规渠道采购到的零部件。不过，按照制裁协定，波音公司已禁止向俄罗斯提供此类服务。尚不清楚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将会如何实现采购上述5架货机，可能是通过所谓的特殊渠道。此外，欧美制裁还暴露了俄罗斯航空业对欧美国家技术和备件的依赖。据美国智库统计，俄罗斯最大的20家航空公司旗下飞机有 80% 都属于欧美飞机。如果欧美国家不对其提供必要备件和软件，俄罗斯可运行的飞机数量在未来将会大幅下降。与此同时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由于航空业困境，将会有数十家俄罗斯航空公司可能会在明年破产，而这可能只是俄罗斯航空业崩盘的前兆。据美联社报道，12月12日，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14名朝鲜间谍涉嫌捏造虚假身份，冒充 IT 工作人员，以替美国企业远程工作，并在过去6年至少赚取8800万美元后，将资金转入朝鲜账户，用于研发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。据调查，这14名被指控的朝鲜间谍大多都在朝鲜本土， FBI 很难将其逮捕。目前，美国国务院已发布悬赏，将对提供上述朝鲜间谍线索的人士奖励500万美元。此外，调查还发现，这些朝鲜间谍通过拉拢美国境内的帮手，使其帮忙接收、设定并操作美国雇主提供的台式机，然后再指示这些帮手安装远程操控软件，营造一种本人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假象。对此 ，FBI 发布警告，指出这只是朝鲜 IT 战士的冰山一角。如果企业内部存在完全远程工作的员工，可能就是已雇佣到了朝鲜的 IT 战士。据印尼海军新闻稿，该国举行了本年度的联合海上作战演习。在此次演习中，印尼共出动约2000名士兵，1艘潜艇、11艘水面舰、1架 CN-235 运输机、4架 S-565MB 直升机，以及扫描鹰无人机、西贝尔旋翼无人机。其中，马塔迪纳塔号还首度发射了飞鱼3型反舰导弹，并成功命中 66.6 公里外贡杜尔岛上的目标区。而与该舰同舰队的另一艘军舰也向目标区发射了舰载的 IM-70 多管火箭炮。按照印尼方面的说法，本次的实弹射击由印尼海军参谋长亲自下令，旨在验证测试各型导弹的打击能力。据福布斯报道，
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流传有一份关于乌克兰反无人机作战的文件，揭露了一种新型的伏击无人机攻击模式。与传统的 FPV 不同，伏击无人机的隐蔽性极高。例如，这些无人机可以降落在屋顶、树枝、电线等有利位置，不仅能够使操作员持续侦察目标区域，还可以在启动攻击前进入休眠状态，几乎不会发出侦测信号，使敌军难以察觉。而当敌军接近时，会迅速启动并发动攻击。相应的，伏击无人机续航时间较短，大约只能飞行30分钟。若携带重型弹头，续航时间可能会更短。鉴于伏击无人机的出现，目前乌俄双方均采用了双无人机战术，即由一架侦察无人机负责搜索目标并提供实时信息，另一架伏击无人机则埋伏于道路、交通要道或战略区域。一旦侦察无人机发现目标，伏击无人机便迅速启动攻击。这种战术分工明确，其中侦察无人机可持续数小时执勤，而伏击无人机则长时间休眠以降低暴露风险，直到敌方接近才迅速发动攻击，目标几乎不会有反应时间。因此，该战术能够显著提升作战效率，且已在实战中得到证实。例如，俄罗斯生产的小丑无人机具备长达1个月的待机能力，据称已被俄军特种部队采用。乌军亦采用了类似战术，对俄军车辆与部队发动攻击，甚至还能将无人机降落于俄军装甲车上并等待引爆。此外，伏击无人机还可利用夜间车辆灯光对敌方目标进行锁定，还能配备热影像仪，实现全天候作战。若未来再结合 AI 技术，其自动化程度将大幅提升，对敌方目标的威胁也将会更大。根据媒体报道，美国空军和海军将对空导弹的射程和库存进行重新评估，以确保能满足实时作战需求。为此，美国发布了一项专题，将针对空导弹进行了一系列行动，其一评估到2029年前空导弹的计划交付情况，以及每年按类型划分的可用导弹总数。其二，评估支持美国中央司令部、印太司令部、北方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作战计划所需的空对空导弹综合需求。其三，评估地空防御和协同作战飞机的新兴需求，以及这些额外任务将如何影响空导弹的库存需求。其四，评估到2029年之前的空导弹采购计划是否足以满足作战需求。其五，评估是否在2029年前持续生产 AIM-120，以增加可用的空对空导弹库存。目前，美国空军和海军的空导弹库存中主要有2种型号，分别是 AIM-120 和 AIM-9 导弹。这2个军种还在研发一种新型远程空导弹，即 AIM-260。此外，美国空军还少量部署了标准6导弹的空射版本 AIM-174B。在美国空军的原有计划中， AIM-260 本该在2022年就执行部署，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公开迹象能够表明其已服役，可能是在开发中遇到了技术问题。另按照美国空军和海军计划，预计将在2028至2029财年间完全停止采购 AIM-120， 这可能是为了与 AIM-260 计划保持同频。据路透社报道，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表示，自11月18日以来，该地区已报告了数十起目击无人机侵扰的事件，其中一天更有高达49起的报告记录。这些无人机的部分飞行地点位于皮卡迪尼兵工厂军事基地附近，以及特朗普在贝德明斯特镇的高尔夫球场附近。目前，联邦调查局和新泽西州警察局已在调查这些无人机的相关信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新泽西州议员杰夫·凡德鲁今日也在 X 平台上发文称，再次有不明无人机从海岸方向飞过来，穿越了新泽西州，而且其还表示，这些无人机可能与一艘失踪的伊朗母舰有关。不过，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·辛格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，并称美国海岸附近根本没有任何伊朗船只。据英国国防部声明，英国军方近日测试了一款激光武器，该武器由英国国防部与雷神公司联合研发，其以猎狼犬装甲车为载台，具备1000米射程，并可与现有直管系统及雷达兼容，能够抵御北约1级无人机。此次测试的地点位于拉德诺靶场，由皇家陆军第16炮兵团负责测试。在测试过程中，该炮兵团成功使用该武器烧毁无人机，验证了其实战效能。与常规武器相比，这种激光武器几乎等同于无限子弹，即在持续供应电力的情况下，该装备能源源不断地输出高能红外线，从而可有效地针对敌方无人机。另外，激光武器的成本极低，例如国防新闻先前报道过的英国皇家海军龙火激光武器，其单次发射成本仅12.7美元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陆军的后备力量还够俄罗斯打多长时间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